下面编织前片方法与后片相似，同样采用包边起针，然后来回往返编织条纹。其中小码和大码知道对应函数后，需要进行腋下收针，将两侧分别收掉一个色块。中码不需要收针，直接往上不加不减编织到领口收针的位置。这里所有尺码领口收针的方法与后片领口收针相同，只是针数稍有不同。这里还用到了一个新针法，上针右上两针并一针，同时肩部分两侧编织，最后几行需要引反编织，肩部最后一行需要编织边减针。完成后与后片的肩部进行合并收针。这里小码和大码的腋下收针方法与后片领口处的浮针收针方法一样。这里除了新针法以及所有尺码织完后的合并收针方法需要演示，其余方法与后片完全相同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参考图纸对应编织。先讲解新针法的编织，请看演示。上针右上两针并一针，简称上针右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先将左侧两个线圈交换位置，也就是先依次挑到右针上，然后将左针从前方挑起右侧一针，捏住底部，右针放开线圈，再穿回左侧一针，这样位置就交换好了。接着右针从右往左穿入这两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上针右上并针完成。可以发现，此时右侧的线圈在上方，我再演示一次。先交换左针上这两个线圈的位置，然后同时穿入这两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上针右上并针的编织方法。接着讲解合并收针。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注意前片肩部最后一行织完后不断线，往下将后片对应的肩部线圈穿到另一根针上，然后两个织片的正面相对合拢，肩部对应，使用前片边缘的线往下边织下针边收针。方法与浮针收针相同，只是这里需要同时调两侧的线圈，编织并收针。同时穿入两根半针的线圈，编织下针。收针，继续边织边收。
收完一个颜色区域，往下换另一根线，继续往下收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剩余收完。最后还剩一个线圈，稍拉大线圈，然后结尾预留长线头断线。将线从线圈里面穿出，稍微拉紧。其余线头分别预留长线头断线。往下进行缠线。将线顺着织物反面的纹理缠几针。大家可以多缠几针。其他色块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挑相邻位置缝1到2针固定，再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可以多缠几针，其余色块的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先挑缝隙处缝几针，补上这种小洞，然后打几个结之后藏到织物里面。大家将其完成即可，其余线头直接顺着纹理藏到背面就可以。这就是合并收针完成后的效果。另一侧肩部织完，按照同样的方法合并收针并缠线就可以。此时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，同时前后片的肩部连接到了一起。往下讲解前后片部分区域的缝合，这里需要缝合身体区域，小码和大码以前片为参照，从起始边缘缝到腋下收针的位置即可，中码参考结构示意图缝到对应位置即可。这里缝合的方法都一样，
采用行与行的缝合方法，挑侧边对应位置入针缝合，则往下演示一下这种缝合的方法。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对应区域进行缝合。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划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划针，只是划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，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
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2个织片上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，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此时前后片的缝合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讲解袖子，共有2个，方法都一样。单个袖子分为袖边和袖身2个区域，先编织袖边，完成后挑一侧，往上编织袖身，最后将织物首尾一侧缝合，再安装到前后片的袖洞位置。先来编织袖边，方法与前后片条纹处相似，只是这里一侧需要编织滑针。开始先编织边起对应数量的下针，完成后参考图纸编织第1行。
织完最后一针，第一行完成，往下织第二行，开始织一针滑针，之后参考图纸编织对应针法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二行完成，后面参考图纸将第三行织完，完成后织第四行，开始织一针滑针，后面直接参考图纸编织，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对应的行数织完。织完最后需要进行浮针收针，并预留织片宽度3到4倍的线头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，先收针，收到最后还剩一个线圈时，比对织片，留出对应的长度，可以稍留长一点，断线。将线从线圈里穿出，稍拉紧，线头保留。这样绣边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编织绣身，使用对应线材，在绣边没有织滑针的这一侧，这里滑针是一个个大的辫子，在小辫子的一侧挑边缘的2根线入针，然后按照图解标注的规律，大致均匀挑出绣身需要的针数。大家实际可根据情况调整，只要挑出需要的针数，织片保持平整美观即可。完成后往下编织大平针花样，部分行的首尾需要加针。最后全部编织完成后进行浮针收针。这里用到了2种新的针法，下针右加针和下针左加针，则往下分别演示一下2种新针法的编织方法，大家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图解进行编织。请看演示。下针右加针，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右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，辫子右侧一根线，
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如果线圈下方是横线，就挑横线的右侧织下针。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横线右侧织一个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。以上就是下针右加针的编织方法。继续学习下针左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二个辫子，左针从左往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侧这一针就是加出的一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用左针挑起下方第二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如果线圈下方是横线，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可以发现线圈下方紧接着是一个辫子，辫子下方是横线，挑起这个横线，再织一个下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辫子下方的横线，再织一个下针。此时绣身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按照针与针的缝合方法，将绣边首尾进行缝合。这里使用绣边之前预留的线来缝，然后再按照行与行的缝合方法缝合绣身首尾两侧。最后安装使用针与行的缝合方法。这里绣身缝合及安装都是使用绣身编织的线材，则往下分别演示一下针与针的缝合方法以及针与行的缝合方法。大家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
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。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，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，缝几针后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，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。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此时袖子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领子，这里分为左领边和右领边2个。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。
分别挑针，然后编织单螺纹花样。两个边的首尾重叠部分区域，开始先编织左领边。先参考结构示意图，在后片对应色块位置，找大致对应的位置，挑针。这里可以先用校扣标记出挑针的区域，没有校扣时可以用别针、回形针或者线头代替，然后将需要挑的针数大致均分一下。在这个区域均匀挑出对应针数即可，接着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，最后需要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完成后，再从左领边位于前片的边缘位置，在边缘色块的里侧挑针，可以在旁边1到2针的位置开始挑，然后又往左一直挑到后片，左领边的边缘色块里侧。同样可以挑到旁边1到2针的位置，然后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，最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这里挑针都是在织物边缘往里大概对应的洞眼处，具体位置没有要求，只要挑完织物平整美观即可。重叠的区域挑大概的位置就可以。单螺纹就是交替编织上下针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往下演示一下最后单螺纹的收针方法，请看演示。单螺纹收针，也就是通过移动右针来变换线的位置。通常织完单螺纹后，就可以用这种收针方法。我这里是一个单螺纹小织片，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。这个小织片，第1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1针盖过后1针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1针。继续织1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又收好了1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
还剩一个线圈时，固定并藏好线头即可。这个就是单螺纹收针的方法。此时领子的编织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件衣服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